因为这个朋友是 ultimate gaslighter。因为有一次我真的来，我发疯我跟他讲，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friendship 这么多 terms and condition 呢？Hello， 欢迎收看《真迹 Decode》，我是信，我是 Ruru， 我是 Raynon， 我是 Kai。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 toxic friends， 还有如何结束不健康的友谊。在我们的调查当中，有大概65%的年轻人表示，他们曾经经历过 toxic friendship。他才65%，是其他35%是超级无敌幸福的人。没有，不是35%是那个 toxic friend。哦，对，你太对，说的太对了。那你觉得 toxic friends 有什么样的特征 ？toxic friend 的特征。其实没有必要是 ugly 耶，讲真的，有时候他们是会很，有可能他们是那个最 alpha 在那个 group 里面的，影响那个对，因为他就是那个最有影响力的 professional gaslighter。我们上街做了采访，所以让我们来看看长辈们的看法。对，是否曾经有跟朋友绝交过？没有，啊，我蛮幸不可能遇到toxic friends。有，为什么？那时候还小，等长大后被一个很好的朋友，给欺骗了，金钱方面吧，我们绝交了。我朋友不要跟我们来往，很犀利的原因就年轻，我们就跟他讲了，为什么你这样？然后他就不开心，然后就不要跟我们讲话了。你会觉得怎样的朋友会给你负面的影响？在面前说别人的闲话，想人家是非这些，我就觉得不好。那我要去送人negative topics。Every time 如果你出去，你就一直讲一样的东西，我会觉得有点toxic啊。那种损友的那种喜欢 vices， 就像赌博啊、喝酒啊，真的朋友应该是可以帮助他们一起成长。其实我一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第一个感想是，男生跟女生的答案都好不一样。你看男生他那唯一一个男士，他就说是is vices， 因为带你赌博，带你不懂什么出轨 maybe。然后女人的问题通常都是他骗我，他cannot stop talking about himself, etc. 很多情感上的。因为那个男的比较随便的嘞，就在很 like whatever， like 赌博这些吧。女的很像他们比较sensitive一点，呀。我也都有吧。女人就是敏感吗 ？Don't fight 啊 ，Don't fight 啊 ，Don't fight。I take back my statement。但是我觉得讲到 toxic friend， 可能第一印象就是最明显的，就是那种猪朋狗友啊，很像坏的影响啊。那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朋友？有，肯定有啊！那时候17、18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是读 ID，before ID 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朋友了。他们比我大1、2岁，然后就说，带我去喝酒啊，可是我都不想喝酒。然后我就去了一次，我就没有再去了，就变成我是他们敌人这样。Gaslight you。呀，就是来，你每次没有跟我们去。你 we brother 啊，对，就是一直讲这种类似的话，然后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可是我又不喜欢做这件事，你为什么要逼我做？你去那边喝 apple juice 啦。那我没有陪他们喝酒，我也没有比他们嗨，那我去那边做什么 ？For the vibes 吗？他是那个 toxic， 他是酒鬼，他是酒鬼啊！但他们也是会影响，就是那些坏习惯，抽烟，逃课，要不然就是迟上学。这些类似，所以也是会影响到我。这是另外一班朋友，然后他们住蛮靠近我的啦，所以我们都懂，我们有e-scooter后，然后我们就会晚上去见面。meet 的时候就是讲话咯。那个我跟你讲很奇怪，e-scooter 就绑在那边，我们坐在 playground， 你讲话看天空。你今天做什么？你耶？就是这样，差不多10点meet，我们打到太阳起来。隔天有学校吗？全部拿 MC 而且我觉得我跟他们来往的时间越长我的脾气就越暴躁，然后对妈妈喊对妈妈骂，要不然就是不要听妈妈的话，不要听爸爸的话，然后直到家人拿锁匙丢我，拿竹竿打我。竹竿？呀，竹竿。所以要听你们，竹竿。哇！我在我头脑里想象，他的脸被竹竿打。直到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一直跟他们来往，我没有把时间注重在我自己的身上，要不然我家人身上。我就想的时候，我真的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我就慢慢的远离他们。所以现在的我很少朋友，
呀，我会去很谨慎的交这些朋友。那其实，在我们的调查中最多年轻人大概88%认为 gaslighting 是 toxic friend 的特征。Tell us about it I think 我的是我有一个中学的朋友，那上来快轻的 ，then 一个 red flag from the start right 是的，这个朋友 right 每次有不一样的 friend group， 所以他跟这群人then suddenly a few months later 他们会他们不是朋友了。我每次没有想是一个 red flag， 哇这么可怜，一直被朋友来 ditch， 还是被那个朋友来 left out 这些。所以 after 我们变成quite close， 2-3个月就发疯了。所以这个朋友是 ultimate gaslighter， I think 他很依赖我，所以 to the point where 他每天都要 meet， 没有东西吃晚餐、吃早餐、吃 everyday 都要 meet。但如果有一次我讲我跟另外一个朋友 hang out， 他就 gaslight 我，讲哇你是个很烂的朋友嘞， so you choose them over me， so you prioritize your friendship with them over me， 然后就just say yes， no 啦，那是我是很 passive 的，所以我就sorry， 然后会 apologize， 然后他每次会 send 一个你知道那个很 peggo 的 long text，如果你不当我是朋友，然后不要做了，然后我会 just apologize，then it will come to a conclusion okay sorry 我错了，next time 我会put in more effort in 我们的 friendship，yeah，then it's to the point where 他 gaslight 他就喜欢玩那种可以 imagine 我 supposed to meet 他 for 晚餐，然后我有功课要赶然后跟他讲我今天 maybe 不可以。他讲whatever， then suddenly 3 hours later text 我要自杀，哇！然后我们oh my god， 因为那个是我的 trauma， 我有一个朋友 commit suicide 过，所以 ever since then 我很jittery 的。如果他们提出这种自杀的这个卡就很 triggered， 所以我就会whatever 功课我就rush down，then 去 meet 他这些，他就 found out 我有这个 trigger point他就每次用。有一次我真的我发疯我跟他讲，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friendship 这么多 terms and condition 啊？我讲我几时有 sign contract？ 他刷掉了，因为是我第一次真的爆。那你会不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好的朋友？有，我是觉得我很怎么讲？因为他会 gaslight 晚上我会觉得actually I could have been a better friend。以友谊的观点来说吧，就是可能不适合。我本身是很 low maintenance，可是他是那种Oh my god， 我没有 meet 你3天了，我们不是朋友了，你不理我，我们not close 了。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 You don't put enough effort into a friendship。现在我大了一点，可能就会觉得可能是性格不合，因为我的性格是那一种，现在有事情发生，你就永远不知道我在 go through something。你6个月之后，突然间你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actually 1年前我也是这样子。他这种类型的朋友，真的就是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对，就是他会跟你分享。对，他今天内裤什么颜色我都知道那种。It's like oversharing a lot. OOTD。Yeah, OOTD, but inside。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在那一观点上就是不合。那根据我们的调查有73%的人认为是 toxic friend 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会持续散发负能量。你有遇过这样子的朋友吗？所以我呢有一个朋友，他跟我是很 close 的一个朋友，然后到现在还是朋友，所以不是一个 it's not a negative thing， 可是就是他什么东西都跟我说 ，including unhappiness，and 通常都是不开心的东西。他自己也是本身也是就是精神不太好的那一种，有时候就是我看他8个小时 ，I saw 3 missed calls on my phone， 然后我就会觉得哇 ，I just wake up。Just that 就那么一天，我把我的 ringer 关掉，他打给我3次，然后就没有再打。恐怖哎！然后那个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就一直打，打不到。然后我打电话给他哥哥，然后他也没停。It's like my breaking point a little bit。我就我真的有好好的跟他问候一下 ，Are you okay？ 因为我知道那一段时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所以我就没有说 I want to cut out this this friendship right now because 我真的受不了。可能他也感觉得到我在疏远，就是 after the incident 我也是有一点在疏远的那一种感觉。可是他也没有主动来找我之后，因为可能他知道那个时候的负面的那个爆炸有一点影响到我的，因为我是一个 I'm an empath，OK， I feel very sad if 我朋友这样子，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已经很忧郁了。过了1-2年之后吧，然后偶尔我们也有就是问候，但是也不是像以前那样什么都说。我不知道他的内裤是什么颜色 ，guys，OK，so 可是。偶尔就是还是会有问候，然后看到他发朋友圈那是什么，我都会去问一下，你去中国了？你去哪里了？这样子，对 ，so we become more casual. Maybe to some people is 绝交是唯一的选择，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说，就是
我跟他的情感就是 is deeper than that I feel。就是那时对你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你的开心是暂时的，一直担心有什么事情会不会发生。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是不是太好。Yeah，that's why 我也是最后选择疏远一下。可是对我来讲，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他们不是 toxic friends， 他们是一位朋友需要帮助的人。你讲到我像坏人讲。没有，不是，OK， 这个是个人观点。这个朋友是 when 他 meet 我的时候，他就 share 很多 unhappiness 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是不是要进入 depression 了。如果你正常一个朋友跟我来就是 like complain about life、about work and everything， 我是没问题。那个是10多年了，我忍了10年，我才爆炸。在我们做的调查当中，其实有大多数的年轻人，大概63%这样子，他们曾经主动结束一段对他们有害的友情。I'm a very confrontational person。我没有到主动，就是会慢慢让他们知道的，I'm about to leave。还好你 sensing 了啊，就是 strike one strike two strike three 我 out 了 ，I'm not your friend anymore。就是很像我会拒绝，然后maybe 过了2-3次拒绝后，然后才去，然后所以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问我就是，怎么你那时候没有来，很久没有 meet 到你，我就哎呀忙这个忙那个 ，after that 你再拒绝呀，说第一操我不会慢慢的疏远。I think 我不年轻了啦，26岁我没有那个 energy 去搞这种不三不四的事，不合就是不合，拜拜。I got better things to do。那你觉得离开这段友谊会很难吗 ？No。为什么？哇，他很毫不犹豫。no 啦，我觉得我是很潇洒 realistic 的人，所以在 everything to me， 我的 mentality 是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那时是was a good memory，then it wasn't， so move on。很多友情都是 it ended up just like that，you know。cut 的话是有我直接跟一个人说过，就是 we cannot be friends。其实我也是会 block 的那种，就不回3次我就会 block。就有其中一个是我高中很好的朋友，我就很关心他，因为他之前有一些就是家庭的一些问题。出国念书之后，我回来的时候想约他见面，联系他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平台上联系他，因为我很担心为什么找不到他，然后他就一直不回我。然后有一天他就回了一个 hello， 好像没有事情发生这样子。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继续问说你还好吗？然后他也没有回了。我不希望友谊是一个我一直在努力，可是得不到回应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友谊是要一个双方都有努力维持的一个东西。OK， 那你们就是结束友谊，你们会感到就是很难过吗？还是心里？当然，我觉得最痛的一种就是你明明是很好的闺蜜，然后就突然间没了。而且很多人都说 like friendship breakups are worse than relationship breakups，有时候就很像 childhood friends， 我觉得那个是最痛的吧。对，就是越认识、越了解你的人就越痛。我其实有哭过，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呢？没有人可以跟我我可以分享我的事情我的伤心事还是我的开心事。但是我现在 OK 啦，现在我特别喜欢一个人。我觉得有时候结束友谊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就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更好啊。对，那你们就是觉得说有toxic友谊的话，还可以再成为朋友吗 ？Based on statistics 是 no 啦。什么 statistics？ 这是一定 statistics 咯。因为我认为那种跟朋友吵那种 ，then not say break up， but it's like we fall out，then after that suddenly friends again，right？ 但每次 doesn't end well anyway。就是那个人变了，你也有权利说你不要当朋友。如果他很 toxic 的话，不可能。我会伤害过了就对，就如果，但是我真的不想当朋友了。朋友是 OK， 可是我不会跟你很 close 哦，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底线。那你们觉得要怎么避免结交 toxic 的朋友？我最大的 red flag 其实是 they don't know how to talk about themselves， they always talk about other people。那个我真的不行，我的头脑就会直接想，你人那么无趣吗？就是人家的事情才有趣，你自己的事情你又不说。又会避免那种不可以留朋友了。刚开始我会一直觉得哇这么可怜 ，but it's for a reason。When 我 meet 新朋友的时候，我会注意他们有没有目标。我讲的目标是人生目标。因为very difficult to be his friend 因为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有一天过一天，会造成我不会再想我未来要做什么。那对于那些正在经历 toxic friendship 的年轻人，你们会有什么建议吗 ？Cut them off 啦 ，really 不值得你的时间。有时候你可能是需要学到一个东西吧 ，It's God's plan。
really，有时候你就是要学到了，你才能了解为什么你不能跟这一些人在一起。看什么经历？我跟如差不多，it's just like learn from your mistakes。如果你一直偏偏要 get into the same situation，or that，你 complain 了，哇，我很多 toxic friends 啊，这个 lifestyle 很 toxic，then maybe you are the problem 了。因为我们不是 toxic friend 吧 ，we all got toxic traits。对吧？你不可以讲你是来哇 perfect 嘛如？果你喜欢喝酒，还是你朋友喜欢喝酒的话，你们可以去喝酒，可是 make sure 不要打架。如果那个朋友什么时候有打架？ don't fight 啊，don't fight 啊，don't fight。我 experience 过啦，我 experience 过。但如果那个朋友很喜欢打架，then straight away cut them off，因为会带给你不必要的麻烦。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处于在一段很不健康的友谊当中，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放手，因为就是长大后朋友越来越少也是 OK 的，你要就是要接受啦。 Let it go，对，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